离婚了？对。多久啊？半年多了。有孩子吗？有。男孩女孩？女孩跟我。谁提出的离婚？我提出来的。他们家从来就是没有把我当成一个自己人来看待。怎么会觉得人家家这么多年不把你当自己家人看呢？这个，我很少听到有这样的离婚理由的。他总是这样，他就是爱发牢骚，这么爱抱怨那么一个人。你看你总这么说我，那你家不是处处把我当做一个外人，我能这么说吗？他有一个朋友搞开发的，有一个就是顶账楼，然后这个事儿吧让我知道了，我就想要买下来嘛。就是我和他结婚已经8年了，这8年期间，我们是和他父母一直在一起住的啊，大事小事就产生的矛盾非常非常的多啊。我那个时候吧，我就想搬出去，可是他们家呢就是不同意。我父母做的也没有错呀，你想一想，说我父母这么大年龄了。他们你说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了，如果我们分出去之后，他们能承受住这种落差，怎么忍心把父母扔在一边？我并不是说不养你的父母，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们换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搬出去，可以过年过节看看他们，或者是逢年过节把你父母接到咱们这儿来，等他们到老了、年纪大了不能动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接过来再照顾他，不也可以吗？啊，我能问2个问题吗？可以。你在家里独子？我还有个姐姐。还有个姐姐。对，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啊。还挺封建啊你。他确实就是这样。不搬出去住是因为说我们在经济上没条件搬出去呢，还是说就想跟父母住在一起？就是想孝顺父母。在结婚之前吧，他就说过说要和父母住在一起。当时吧，我就觉得说爱一个人，就是他的就是任何什么我都应该接受，所以说吧，我就答应了。为什么婚后又想往出搬呢？生活时间久了，这矛盾越来越多。都有什么样的矛盾？比如说我在他们家根本就是任何的权利都没有，酸奶买多了，他们家都得数落我说你买那么多喝得了吗？我爸妈有错吗？你想想，他们这个年纪人，他们就是以节俭为主，他也是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不想让我们铺张浪费啊。我没有说你爸妈错，他们节俭是好的，所以说这就是2代人之间的代沟嘛。你们这个钱怎么管啊？工资卡都归他给我管理，然后每个月他就是定期给我点钱，然后工资卡归他，对，放到我这儿。对，我寄个快递，我都不敢寄到我自己家，我都得寄到同事家。寄到同事家以后，我还得想着我这个快递我怎样才能拿回去？我是使报纸包上啊，还是以什么方式拿回去？就怕他们家看见了，就再数落我的不是。所以说，我就主张要搬出去嘛，搬出去就省着有产生这些矛盾嘛。除了这以外，他们家吧。就是不尊重我，就好像是我不存在一样。有一年秋天，我要买秋衣秋裤，在买秋衣秋裤的时候吧，我还事先问了他妈一声，我也给你买一身吧。他妈说呢，有一身穿就行了，不买了。后来我自己买了一身，就放在我那个屋了。等转天一找，秋衣秋裤没了。后来我才发现穿在他妈妈身上了。那我妈有错吗？你想一想，你嫁到我家就是我家的人。那我家的东西，你想一想，我妈穿你条秋裤，还用低三下四的去求你吗？并不是说低三下四求我的问题，穿在你妈妈身上可以，你告诉我一声，我不会不让你穿。家里大到一个照相机，小到一把剪刀，说没就没，我只说找我就找不着。我在家里任何的权利都没有。我是一家之主，所以说我有权利。那么想一想，就我有支配权。再说我借样东西，你说也不是外人，你说我还用征求他的意见吗？那什么叫一家之主？那我不是你的妻子吗？那我是什么人呢？难道我是个外人？这不是还是处处把我当做一个外人来看待吗？那你们离婚是怎么离的呀？离婚就是因为一套拆迁房嘛。我和他就是原先不提出买房子那件事嘛，他们家不同意。他还说我父母这么照顾孩子这么不容易，你还不知道感恩，净挑刺儿。我感觉就是这么回事。你想想，他一点都不学会感恩，下班回来吃现成的饭，孩子有人照顾，你说你一点不感恩，总说这是那，我感觉他就是个白眼狼。我怎么觉得你像白眼狼啊，兄弟？你跟我说跟父母住是为了孝顺父母啊，我怎么听你这完全是给你做饭给你看孩子啊？那老人的心情都是这种心情啊。行吧。他还说呢，你在我家不得感恩，你愿意住你自己出去住去，你爱上哪儿上哪儿住。我一气之下我就回了娘家。回娘家3个月嘛，他家就没有人来接我，我就是有点沉不住气了，自己就主动回了婆家。回婆家一看，
他们家在商量一些事儿，他父母就格外有一个就是拆迁房嘛。在我回娘家这3个多月期间，他们家我就估计就是在预谋这件事儿。你说话别那么歹毒，什么叫预谋啊？怎么不是预谋？他们家的意思呢是想写他的名字，看我回家了，拿了一份协议让我签。这协议上的内容是这么写的：父母吧愿意把这个房子转赠给我的儿子，与我这儿媳妇无关。啥意思啊？你说我也懂法，那个意思。你想说，在这7、8年当中，我们摩擦不断，那我父母有我父母的顾虑啊，他们年龄大了。你想一想，他们这辈子这大半辈子唯一的积蓄就是这处房产。你想一想，能因为我们俩的婚姻破裂，把这房产分给你一个外人吗？什么叫外人？你看你处处把我当做一个外人来看待吗？然后我一气之下，我就提出了离婚。当时他们家就是马上就同意了。你连家你都不顾全大局，连孩子你都不想要。你说你提出离婚，那你想一想，那我可能也是一时之气，我也很我当时不是生气吗？生气就是处处你们提防着我，好像我嫁给你就是图于你家的那些财产似的。那当时图于你家财产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想着从娘家借点钱，要想着以住房公积金再贷点款要买房呢？你嫁给我那天，你是我的老婆了，你就应该顺从我，我说啥你就得听点就完事了。那你是什么意思？那我是啥呀？你总是感觉他理解的有点偏激点了。你想复婚吗？想复婚，因为我想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吧。孩子的内心这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这孩子跟谁呀？现在跟他妈妈。人家没有不要孩子呀。当时他就为了争取这个，说必须孩子归他，那我寻思归他就归他吧。我家也是个女儿，因为女儿吧跟他妈妈的关系吧感情非常的深。哎，都是女儿跟爹的感情深，没听说过女儿跟妈的感情深呢。特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吧？想要吗？也有这想法。症结在这儿吧？你今天是真想跟他复婚吗？对，我诚心诚意的想和他复婚。为什么呢？我感觉这段时间他离开这家之后，我也感觉到他对这个家庭来说，真是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你当初干什么去了？你当初处处把我当做一个外人来看。就拿开家庭会议来说，每次开家庭会议，你们家都得背着我，甚至说，告诉我，哎，小梅，你出去一下，我们家商量点事儿。什么意思啊？他总是这么想，他总是这么理解。是还是不是吧？这不是家庭会议啊，是什么事儿？因为那就是我爸爸妈妈在家我坐在一起，有时是我姐姐家的一些私人事。你想一想，跟他也没有啥大关系。如果我感觉他听不听无所谓，也没有啥发言权呢。什么叫你姐家的事儿？那我嫁到你家，你姐不是我姐吗？就有一次我说开家庭会议，就让我听听呗。他说你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了？就是这么回事啊，你没有啥权利。再说不说，咱说话掷地有声吧。我口误。您说的是他在你们家不可或缺啊？怎么又变了？我感觉到他到底是不可或缺还是可有可无啊？还是需要的时候就不可或缺，不需要的时候就可有可无啊？但是我主要就考虑到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吧不涉及到我们俩，所以说感觉吧。怎么不设计啊？你尊重他吗？而且呢，他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从来不考虑我是怎么想的。就是以前吧，我们买了一个弹簧床嘛，这个弹簧床买的时候吧，他们家就百般阻挠，我自己就是一个月就是少花点，这不攒了些钱嘛，攒了几千块钱，我就买了。他们家亲属来串门，带着小孩，特别爱上我们那玩，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不说，他就把我这个弹簧床当做一个玩具来玩，就当做蹦蹦床，弹簧都蹦坏了，你说能不叫人心疼吗？你这就是小题大做，有啥大惊小怪的？再说是我表姐家孩子，也不是外人。我跟他都反复说过多少回了，然后他就是不听我的。后来呢，就是说我没有办法了，我只有用把这门锁上。但是就这种做法是我最不理解的。你把门锁上，我表姐再来，她会有什么感受？亲情都没有了。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当着很多人的面前说我，你真拿自己当根葱了？你真拿自己当这个家的女主人了？那我不是这个家女主人，我是什么呀？我是你娶回来家的工具呀，只是生孩子的工具吗？我认为你爱一个人就应该爱屋及乌，你应该接受我所有，哪怕是缺点。那你接受他的缺点吗？说实话，我听不下去了。我怎么觉得特别像我看电影的时候，就是那个解放前的那个啊，老师们给说，我已经快咽气了。对啊，就真受不了了。我现在可以感受到这8年来您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别再给我打板啊！公公来现场了，来，我们有请吧。
您好，大叔。今天来拿话筒。目的是劝我儿媳妇和儿子复婚。你觉得他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有一处老房子拆迁，因为他们这个小两口吧，在平时过日子当中，经常吵架。我们当老人的吧，也就，说实在的，有点担心他们离婚。我就跟儿媳妇说了，得跟他签个协议。所以呢，儿媳妇这时候就更恼了。来之前呢，老伴儿已经有病了，就是他让我说，你到那旮旯好好劝劝他们，让他们破镜重圆。儿媳妇也想一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说你回来过日子，你提一些条件，我们也可以考虑。虽然说现在我们离婚了，但是我还得叫一声爸。你想一想，你们家处处就是把我当做一个外人来看待。我在这个家，我就觉得过去的事儿，咱们不说那个。公公都说了，提条件提。我现在觉得我就是再回去这个家，我个人觉得，这个未来我们回去之后谁管钱呀？他如果要回去的话，那他做主吧，行吗，公公？行。那我们要回去的话，那房子的本上写我们的名字吗？也可以考虑。不，您得给我们，您不是说我们提条件吗？他们是夫妻呀，那还得，财产是共同的呀。但是实际上，我爸我妈他有他们的想法，我们俩的说两口子，两口子，这跟老人没关系。但是正常我应该跟父母商量一下子，这毕竟不是我，因为不是我的财产，这是你的了，赠与给你了，就是你的了。如果他要真诚意的回来跟我过日子，我可以。您还有什么要求吗？我的要求就希望儿媳妇儿子破镜重圆，重归于好。好，谢谢您啊，谢谢您。老人家一定要保重身体。这老人没什么不好的，就这儿子他不会做，所以您看，还害得您今天到这儿来，注意身体啊。回家问老伴儿好吗？谢谢您啊，谢谢您，请回。父亲也聊了，我觉得如果你不把这个问题有一个发自内心的重视的话，什么房子都可以不用回去。如果你真的意识到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了，我觉得妻子倒是可以考虑一下未来的生活怎么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刚才看到你爸爸上来那一幕吧，我挺难受的。我也难受。是因为爱想让他复婚吗？想让老婆回去吗？不是，谈买卖，你回来，房子可能可以写你名儿，钱好吧，好像可以给你管，我才不信。回去钱照样你管，房子写不写他的名字，他说了不算。但我愿意为他改变。我不信，为什么？从小根深蒂固的理念，随口而出的理由，一个人改变不了自己内心的真正的对社会的认知。重男轻女会跟你一辈子。那么我认为百善孝为先，那么孝顺老人就是你真的是孝顺吗？完全盲从就是孝顺吗？打着父母的旗号行自己大男子主义之实就是孝顺吗？刚才赵老师说的对，在你的心里，妻子是外人，而且我悲观地认为这种想法很难改变。我不觉得你在两个人的就是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有真真正正的去尊重到你的太太。她是个人，她有她的思想，她有她的感受，她有她的一些顾虑，你需要去照顾到，同时她也会照顾到你，这样两个人才能继续向前走。你只是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一方，只是顾及到你父母的这一方的时候，你让人家怎么去接受啊？换成是我打死都不嫁给你，我疯了吧我？最基本的一些事情你没有做到的时候，你没有理由去要求别人。我不想跟你谈个别地区的陋习，也不想说你的大男子主义，我只问你一句话：你爱这个女人吗？爱。拿什么来证明？如果你爱她，你怎么能给她当成外人呢？古时候有传统，老公叫老婆什么？内人。你有把她真正当成老婆，真正当成一个爱的女人放在心中吗？扪心自问吧。你既对不起她，其实你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她为你做了多少？工资卡都在你这儿，在你家都没有权利，发言权都没有。大家开会让她走，她在你心中的位置到底是什么？你这次来，你没有说我是因为爱你让你回去，而是说我们家缺不了你，缺不了她什么？
干活、出力、当母亲、教育孩子，把女儿还给你，你缺不了的是这个吧？你缺的是他这个人吗？那我会相信在以后日子我会弥补。不是弥补，你先自己扪心问自己，你真是爱这个女人吗？如果爱，你让她回来，用各种方式去弥补。即使你现在在这个场合，你说那个房子上写你的名儿，写了名儿又怎么样？回去住在一起没有爱，在一起又怎么样？能幸福吗？所以你要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真正爱这个女人。如果爱，让她回来，给她应得的幸福；如果不爱，你不要浪费人家的时间和青春。来，那个气死的人，给你续一口气。我说实在话，我还没缓过劲来。其实录这节目录了4、5年，让人生气的特别多。我就感觉我自己怎么那么贱呢？觉得录的第4年、第5年了，碰这事儿还会这么生气？是，还会这么生气。但是问题是我们生气，有人根本不生气，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口口声声一家人，其实从来没有把别人当成过一家人，甚至没有把别人当成人。口口声声说我的妻子不可或缺，但其实要的不过是个顺从的奴隶。口口声声说我要来复婚，其实不过是趁离婚期间把房子搞妥了，回来要孩子而已。只顾自己的感受，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极其自私。说话手不摸着良心，嘴不对着心，极其虚伪。姑娘，如果我是你，我带着孩子另嫁他人，我找一个哪怕不是他的血缘关系的男人，只要他正直、包容、善良，我就让他叫他做爸爸。我很久没有这么动真气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实在是有点听不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其实几位老师都提到一个词儿，就是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碰到这么不尊重别人的人了。那个川啊，我生怕看见待会儿呢这小子甜言蜜语2句，他待会儿又从那儿出来啊，我待会儿气得不行，我先退场。可以接受，可以接受，这是他的一种表态。我觉得大家最大的气愤，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你用一种所谓正义的面具来做一些错事，这是最可怕的。等于这姑娘一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这个居所，她来一个要有自己的居所，就是不孝。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对你很气愤。但是我们又不能鼓励说，因为他这样了，他就走。说不好听的话，我他娘家人怎么办？我得考虑现实。34岁带个姑娘，结婚8年，离婚了好听吗？而且背负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为什么离婚啊？跟婆婆弄不来，不孝顺，贪人婆婆家的房子，这么出来的，谁又敢娶呢？你心里难受是难受在这儿。你也是太老实。姑娘是个好姑娘，你知道吧？你愿意出来就出来，因为生活是你选择的，我们替你气也没用。但是我希望您真的有所改变。这么好个媳妇儿，唉，时间留给他们自己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在失去你的日子里，我的生活黯淡无光。那么现在我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愿意为你改变所有。那么我也知道，说这些年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是你的爱，所以你才逆来顺受。那么现在我想说，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希望给孩子一个家。老婆，回来吧。在这8年当中，我承受的太多太多，付出也太多太多。我害怕回去再过那种生活，我已经对你失去了信心。你相信我，相信我，用行动。虽然说人的一辈子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会用我的自己全部的爱去呵护你，去照顾你。两位交换吧。回吧。来，请关门。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如果你是这个姑娘，你会回去吗？回去选赞成，不回去选反对。来，各位请选择。100%的观众
选择了不回去。问问大家怎么想？我感觉作为一个男人，不应该这样。也就是说，大男子主义是体现在爱护媳妇儿、呵护媳妇儿、保护媳妇儿，不能让人受委屈。我也是反对他们。我觉得吧，这个人的性格已经形成了，他不会改的。已经到这个年龄了，他改也改不了了。谢谢啊，这儿我特别声明一下哈，只是这个男生在家庭关系这一面处理跟妻子的关系这一面没有处理好，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坏人，和他的道德无关，只是他的处事方式有问题，不被我们所接受。大家千万别认为这人道德就有问题，那是很麻烦的。接下来一起数5个数，看看女生的选。5、4、3、2、1，请开门。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有错误的话，你的错误来自于你没有很好的尊重你爱的人。我希望今天你在这个舞台上做出的好好对他的承诺，是发自内心的。我希望你今天所说的话，变成你改变的动力，变成你们之间的爱。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把这个戒指给叔叔，谢谢。谢谢，辛苦你。谢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希望你把这个礼盒送给你的爱人的时候，心里发自内心的在说，爱要有你才完美。我非常感谢主持人和在座的观众。那么实际上我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啥呢？就是打开他的一个心结。我也想借助这个爱情保卫战这个平台，我做下承诺，看我的承诺用不付不付诸于行动上。其实他在我心里还是有一定的位置的。好，但是我也有一个唯一的要求，就是说，我们俩复婚以后，就是即使复婚了以后，我希望我们俩能够搬出去住。可以吗？可以，完全可以。好，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来，各位，请见证。那么此时此刻，我郑重其事地说，我愿意为你改变一切，我把所有的缺点全改正。相信我们的爱情一定会把这家营造得更加温馨。跪下。我希望你真的能够为我改变一切，然后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多站在我的角度上，公平地看待问题，多考虑考虑我内心的感受。我能做到，我认识到错了，谢谢你老婆。好，最后一个要求很简单，听其言，观其行。麻烦你把妻子抱走。怎么了？你都要为他改变所有的错误了，抱他2步抱不动吗？背着我能抱住你？抱着，怎么抱不动呢？